中国11月份经济势头普遍放缓，消费支出明显减弱，这给中国政府稳定家庭与企业需求增添了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至2022年以来最慢，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状况继续恶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月份同比增长 1.3%， 低于10月份的 2.9%。工业增加值11月份同比增长 4.8%， 低于10月份的 4.9%。固定资产投资1到11月份同比下降 2.6%， 降幅大于1到10月份的 1.7%。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到11月份同比下降 15.9%， 降幅大于1到10月份的 14.7%。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11月份同比下降 2.8%， 10月份为下降 2.6%。城镇失业率11月份为 5.1%， 与10月份持平。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公布今年前11个月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凸显出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的出口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生产者价格连续3年多处于负值区域。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势头好于预期，但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劲的出口推动的，包括投资和房地产在内的其他经济领域仍举步维艰。截至11月，作为衡量消费支出关键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放缓，这是2020年以来持续最长的减速。去年推出的消费品补贴计划提前释放了购买力，使当前难以维持增长势头。中国最近几个月报告的投资收缩幅度是其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下滑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最近警告说，中国经济体量过于庞大，难以依赖出口促进增长，而且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可能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将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中国高层已承诺在2026年优先支持国内需求。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在上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官员表示将大力提振消费并增加居民收入。相关部门已注意到国内投资下滑的情况，并宣称将通过中央政策稳定投资。中共领导人表示，将鼓励收购存量住房用于保障性住房。不过，在下一个5年规划建议中，中国决策者仍将高端技术、先进制造业和产业自立自强定为本10年剩余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除了上面的新闻之外，近日，山东、安徽等地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大纪元，基层单位要求公务员自行筹款，补缴此前未足额缴纳的社保。一名安徽六安市的镇级医务人员说，政府没钱补缴五险一金，要我们自己缴，现在很多地方只发基本工资，哪来多余的钱？他表示，通知下来得突然，让我们自己把几年的差额补上，具体金额要到单位查档案才知道。通知下达后，多名基层公职人员反映补缴金额较大，期限较短，调整消息来得匆促。一名熟悉情况的受访者说，有的人补起来可能是好几万人民币，大家不太清楚为什么现在集中补。安徽合肥市教师李淑芳化名透露，他所在学校在11月底的内部会议上才得知需补缴社保，老师们都感到压力很大，学校也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会欠缴，有的地方要求补3年，有的地方补2年，金额按个人工资基数算。有网民发布消息称，12月初，山东潍坊高密市罕家镇党委也向辖区多家单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自行补缴自2022年至今未足额缴纳的五险一金。通知中提到，此举是为落实山东省提出的确保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五险一金应保尽保的相关要求。山东一线直单位公务员张颖表示，他估算补缴金额约在1万5至2万元人民币之间。要我们自己掏钱补缴五险一金，这也太过分了。我之前从来没有被告知存在欠缴情况，现在才知道，所以这份通知来得非常突然。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讨论，部分网民认为这显示地方财政压力加大，也有人评论，当韭菜不够用时，镰刀迟早要向内，认为体制内外的负担正在趋于一致。部分网民关注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处境，有留言称，铁饭碗变自费铁饭碗，体制内都开始跑路了。也有人指出，基层事业编工资延迟发放在部分地区已并非个案，能有几个是真正的公务员，很多都是事业编，本来工资就紧张。在此之前，中国多地出现公务员、教师及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反映薪资延迟发放、福利缩减等情况。多名研究者指出，这些现象显示地方财政及社保体系承受压力。部分受访者担心，一旦相关制度难以保持稳定，可能对基层公共服务与保障产生影响。